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有人说科学界的竞争并不亚于宫斗，那说起发明大王，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就是爱迪生吧？各大教科书都编写了他的丰功伟绩，因为他发明了电灯、电话机、留声机、发电机等等。还请各位在弹幕里面补充，其中最能代表他主要成就的就要数电灯和放映机了。那么咱们今天就先不说电灯，说说放映机的发明，这也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比较重大的发明之一了。所以说爱迪生也被称为了电影之父，但其实课本并不会告诉你，这个名号爱迪生得来的并不光明磊落，因为如果不是这个人的失踪，爱迪生很有可能错失了这个称谓。然而当年的这起失踪案，许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爱迪生，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当年又发生了什么呢？感兴趣的小伙伴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让我们一起研究一下这位天才的消失。那么说起电影之父，除了爱迪生，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另外一个牛逼的人物，他就叫做路易斯·勒普林斯。其实他也可以算得上是电影发展史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了，有相当大的贡献。那为何这么的没有存在感呢？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在1890年的9月16日这一天，路易斯为了给新的相机申请专利，踏上了一趟有去无回的列车。他的神秘失踪最终成为了未解之谜，很多人都坚信这是竞争对手的阴谋论，所以矛头直指爱迪生。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说路易斯是自发消失了，也有人发现了有个不明身份的溺水者长得很像路易斯。总之越说越离谱。那么这位消失的电影之父当时发明了什么，又为何成为了竞争对手的眼中钉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童年。路易斯出生于1841年的法国梅斯，父亲是法国炮兵少校，他从小就在摄影先驱路易达盖尔的工作室里面玩耍，因此两人关系很亲密。在耳濡目染之下，路易斯早早就学到了许多摄影方面的知识，并对艺术、物理和化学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他个人后期的发展来说，可以说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了。成年之后，路易斯与伊丽莎白·惠特利结婚，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两人相互欣赏，琴瑟和谐。1871年还一起创办了利兹艺术技术学院。路易斯带领着一个法国艺术家小团体，专门制作大型全景图，比如著名的战役，然后在各大城市展出。这也是他第一次萌生了用一个设备来复制绘画范围的想法。很快，路易斯开始研究会动的照片，通过拍摄移动的图像，他建立了被认为是第一个电影相机。他使用了16种不同的镜头来拍摄。然而一开始这个发明并不是很成功，因为这些拍到的图像连在一起就会出现卡顿跳跃的现象。但是这依然是路易斯获得专利的第一个伟大发明。在1887年，路易斯将其改进为单镜头相机，也就是放映机。他在一个车间里面开发的这个实验模型，还用它来拍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电影。在1888年的10月14日，路易斯用它拍摄了朗德海花园场景以及儿子演奏手风琴的画面。后来他还拍摄了道路交通和行人穿越利兹大桥的片段，这可比后来1895年卢米埃兄弟的第一部电影放映还要早个好几年呢。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发明家之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就比如路易斯、卢米埃兄弟、爱迪生这3个发明家，谁都有机会成为电影这方面的先驱，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发明家也紧追其后。在这种争先恐后的大环境之下，路易斯其实是最接近成功的人。然而就在1890年的9月，路易斯计划在纽约进行一次展览，公开首映自己的作品和电影计划。然而他并没有成功，因为在展览前几天他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当时恰逢路易斯的母亲去世，他坐上了前往法国巴黎的火车，打算去看望家人。在路易斯的随身行李里面包括了演讲材料和一个据说装有最新专利的手提箱，但是等在目的地的朋友却迟迟没有接到路易斯，于是他立刻报了警。法国和英国的警方纷纷开始展开调查，但奇怪的是，火车上竟然没有一名乘客见到过路易斯这个人。按照道理来说，路易斯身高足足有1.9米，再加上羊排是络腮须，这2个特征很难不给人们留下些许印象。难不成路易斯根本就没有登上火车，或者上了火车之后人间蒸发了吗？有一种理论认为，路易斯的母亲去世后留下了一大笔遗产，送路易斯去车站的是他的弟弟，也是最后一个见到路易斯的人，所以他们有理由怀疑路易斯的弟弟为了独吞财产，残忍地将他杀害。但是这个理论引起了家属的强烈反驳，那么人们也只能怀疑当时路易斯的精神状况是否有异常，他是否有自杀倾向。毕竟在火车内如同是另外一个世界，如果他上了车，
那么在这个世界中只能存在他杀或者自杀了。这个答案或许也只有路易斯自己知道了。然而就在路易斯失踪后没多久，在1891年的时候，爱迪生成功的获得了放映机的专利，顿时这又让很多人怀疑路易斯的死会不会是专利大战的牺牲品。爱迪生有可能在清理绊脚石，毕竟在他失踪之后立马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了专利。路易斯的妻子伊丽莎白也坚信是谋杀，并且矛头直指竞争对手爱迪生。因为当时坊间有这样的传言，爱迪生有很强的好胜心，自私自利，抢走了许多员工的发明，自己跑去申请了专利。因此伊丽莎白认为路易斯成为了他的眼中钉，他无法接受路易斯抢先一步公开首映作品，申请专利。但是展览日一天天逼近，唯独路易斯的消失才能阻碍他公布于众。不过传言并不是什么直接的证据，也不能直接指控爱迪生，更何况绑架或谋杀可都是重罪，岂是凭猜想就能乱扣帽子的呢？所以只能说爱迪生有非常大的作案动机了。然而伊丽莎白认为爱迪生肯定是绑架了路易斯，藏在了某个地方。如果有机会在法庭上可以证明路易斯就是电影放映机的第一发明者，爱迪生肯定就此作罢，释放路易斯。他们家人仍然心存希望。为此，路易斯的长子阿多尔菲从哥伦比亚大学休了1年假，到世界各地搜集足够的证据，以便指控爱迪生。而爱迪生声称自己就是放映机的先驱，绝对不是路易斯。阿多尔菲则出示了祖母的死亡证明，他于1888年的10月24日去世，但是祖母却出现在了父亲路易斯的作品《朗德海花园》的场景中，这意味着父亲路易斯的拍摄时间远远早于1888年，领先于爱迪生。不过到了后来，路易斯的家属还是输掉了这场官司。更离奇的是，仅仅3年之后，人们在纽约的火焰岛上面发现了阿多尔菲的尸体，当时他只有29岁。阿多尔菲的离奇死亡又给这场专利大战蒙上了恐怖的面纱。1897年，警方正式宣布路易斯的死亡。然而就在人们慢慢接受路易斯和他的专利资料一同人间蒸发的时候，100多年过去了，事情又有了新的转机。这个科学史上的重大悬案难道即将要被公布于众了吗？2003年，巴黎警方在研究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张1890年在塞纳河溺水的男子照片，与路易斯非常相似，尤其是标志性的胡子。因此，警方觉得在路易斯当年失踪案的各种猜想中，最可能的就是因为放映机的发明工作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导致他负债累累，所以路易斯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也有许多人反驳，因为身高差异，溺水的男子明显矮了一大截，这个人根本就不是路易斯。总之，1890年的照片已经说明不了什么了。而且之前不是还有一大笔母亲留下的遗产吗？难不成还真的是弟弟不想给哥哥研究经费，从而杀了他？这些都成为不了照片里面的男子就是路易斯的绝对猜想。到头来，路易斯的失踪仍然是个悬案。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后人也很难再找到明确的答案了。当然，最多人说的依旧是怀疑爱迪生。虽然爱迪生一生功勋累累，名利双收，其实他的黑历史还真的不少。就比如特斯拉和爱迪生之间的天才之争，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而且爱迪生从来不甘成为第2名，所以曾经多次为了争夺专利市场而不断的进行诉讼，甚至还会采用一些极端的手段来确保专利案件的执行。爱迪生的一生确实拥有将近1500多个专利，但真的都是他亲自发明的吗？这就要打上问号了。就连耳熟能详的电灯，似乎他也算不上是先驱。原先爱迪生手下有许多员工，他给实验室及其研究人员提供资金支持。一旦发明出来好东西，爱迪生就把这些科技发明申请专利，并传递出去，普及到人们的生活中。而且在当时，有许多发明家并没有这么名利，他们更想专注于手头上的研究，不会想到及时去申请专利，这很容易就被有心之人抢占先机。所以说，比起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更称得上是一个精明的企业家吧。不过确确实实从他公司里创造的许多发明都造福给了人类，这一点也是功不可没的。所以说，历史书上就全部都是正确的吗？答案肯定是不一定的。一段错误的历史也会一传十，十传百，自然而然就变成真的了。令人唏嘘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记得爱迪生的名字，而许许多多真正的发明家却被历史遗忘了。所以在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一定要用辩证的眼光去分析。而关于路易斯的失踪，郑正也宁可相信他踏上了火车之后，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在那里他的成就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也如愿以偿的被冠冕为了电影之父。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路易斯的离奇消失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那么如果你觉得本视频做得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郑正，那咱们下期再见。